我绝对不会输，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又是你！穆老大，就是那来人人，就是他！真给我丢脸！今天穆老大就让你这小妮子知道多管闲事的下场，别让他跑了！现在怕了，可惜晚了！老大！嘿嘿！竟敢暗算我，打他！大哥，就是他干的。说吧，今天怎么办吧？大哥，别跟他废话，揍他！那今天就别怪我以大欺小了。怎么又是你这个野丫头？哈，谁叫他们欺负人了？今天就别怪我以大欺小了。哎呦！没事吧？你真是惹毛我了。小姐和大家开玩笑呢，给诸位赔个不是了。我们家小姐素爱开玩笑，请大家多多包涵。有这么开玩笑的吗？看看他把孩子们打成什么样了，道歉就算完事了。老爷昨天不是说今天家里要来贵客吗？怎么还在外边闯祸？对啊，我差点给忘了。对不起啦。你给我回来！你太气人了，就连这个野丫头不可。大家消消气，天干物燥，不宜上火。老爷子，纳兰兄，请留步，萧某告辞了。纳兰爷爷，纳兰伯伯，萧炎告辞。妍儿这孩子很不错啊。肖战，有空多来帝都。一定。这。此子人中龙凤，配得上嫣然。爷爷，客人在哪呢？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呀？我出去淘气啦。爷爷。这。是不是又出去闯祸了？不是让你早点回家吗？这下倒好，客人都已经走了。哎，你给我回来！话还没说完呢。妍儿，回家。回家了。这。想不到萧林老友一过世，萧家在这帝都就没了立足之地。唉，一居乌坦城那种小地方，以后想重返帝都，可就难了。既然这样，那父亲跟萧家当年的婚约，还算数吗？萧林与我是生死之交，我岂能在他死后失信于他？再说了，萧炎那小家伙的天赋，帝都的小辈儿中没有几个能比得上他。嫣然嫁他，吃不了亏。唉，说起这丫头啊，天赋的确是极强，就是越来越顽皮，到处惹祸。
小孩子活泼才好。您都快把他给宠坏了。希望他明天去云岚宗拜师学艺，能学点规矩。你这小家伙，以后爷爷想你，就只有这画像陪着了。爷爷，哎呀，又忘记了啊！进来。行啦，别在爷爷面前用这些礼数了，把我孙女儿都弄得没灵气了。爷爷，来，让爷爷亲亲。爷爷，你胡子也太长了。来，快来跟爷爷说说，你今天又除什么暴，安什么粮了？我今天教训了木战那家伙。哦，谁让他又去骚扰亚菲姐姐呢？这一次，我把他跟他的手下们打了个屁滚尿流。那块木头又臭又硬，爷爷看着也讨厌。下次替爷爷多踢他一脚。对了，爷爷，今天来我们家那个小屁孩是谁呀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？啊，那是萧家的人。你冲人家做鬼脸的那个小家伙叫萧炎，他的爷爷和我是生死之交。当年你跟萧炎同时出生，爷爷就做主给你们定下了婚约。婚约是什么？跟约架差不多吗？婚约嘛，差不多，只不过是他变成了要保护你的人。那萧炎可是个天才，有他保护你，爷爷就不用担心你被人欺负。我才不需要他的保护呢！等我从云岚宗学艺归来，还要保护爷爷呢。嘿嘿。到了云岚宗，你就是我们纳兰家的颜面。爷爷希望你能刻苦修炼，为纳兰家争光。爷爷，我会的。你们能从千万参试者中脱颖而出，站在这里，证明你们都是天资非凡。希望你们能珍惜这难得的机会，勤修苦练，让云岚宗日后以你们为荣。好漂亮啊！宗主，您来了。今天就由我为大家上入门第一课，教大家如何操控本宗的看家阵法——云烟赴日阵。这是每个云岚宗弟子必修的阵法，要结成此阵，需要集结众人的斗气之力。这便是云烟赴日阵。待本宗所有弟子同时施展阵法时，此阵法的威力将到达顶峰，届时可覆盖整个宗门。现在，用你们的斗气去感应阵法。这批弟子天赋都不错啊，说不定宗主能从中挑出一名亲传弟子。接下来，我想请一个人上来，体验一下操控阵法的感觉。我想来，我来。你来吧。想要云烟赴日阵正常运转，发挥出应有的威力，所有人的气息都需要协调一致，否则会影响大阵的正常运行。务必听从韩师兄的调度，知道了吗？是，宗主。请韩师兄多指教。入阵。
状态，脾气暴躁，切记不可惹恼他。是。启动盾戒防御。控制好你的斗气。是。用这头低阶云兽去测试这帮孩子，是否有些勉强了？不好，盾戒防御。像我们这样做，别让你的斗气乱跑。我控制不了他。不好。都怪我，怎么办？大圣诞，快重新凝聚你的斗气！不行，我不能控制我的斗气。小心！没想到云盾居然可以这样用。我刚刚说过不要惹怒他。小心！没事了。多谢宗主。你可愿意做我的徒弟？宗主一直没有收徒，现在破例收你为亲传弟子，你还犹豫什么？当然愿意啦！老师在上，收徒儿一半。不错，进步很快。老师的琴声特别好听，我听了修炼就特别来劲儿，好想赶快长大，这样我就能像老师一样又美丽又厉害。哎呀，孩子气！想变强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比别人更刻苦修炼。明白，我继续修炼。大家都练得不错，今天就先到这里吧。多谢纳兰师姐指导。
纳兰师姐，你修为这么高，我相信一定能得到生死门认可的。你可别气馁啊！多谢师弟鼓励。师姐别客气，师姐一直以来都是我学习的榜样。哎，对了，纳兰师姐，上次我和祖父去萧家拜访时，还看到了萧炎。萧炎，那是谁？嗯，难道我记错了？嫣然，这是你要的丹药，我从果核老师那边拿来的，恢复内劲很有奇效。不过丹药再好，也比不上充足的修养，你切莫操之过急啊。云林长老已经多次向老师施压，若我再得不到生死门的认可，留给我的时间就不多了。谢了，我先疗伤去了。你刚才说的萧炎是谁？啊？哦，他是乌坦城萧家的人，听说是纳兰师姐的未婚夫。要想成为老师那样的人，就必须获得生死门的认可，成为云岚宗的少宗主。老师当年年纪比我小很多，就获得了生死门的认可。我已经试了这么多次，再这样下去，真会被别人替代了。停下来，你会死在里面的。弟子绝不能辱没了您的脸面。为师从来不看重什么脸面，他人有非议，自有老师替你挡下来。风之极，老师，您对嫣然的好，嫣然从不敢忘。可嫣然从小的心愿，就是想成为和老师您一样强大的宗主。弟子不能，也不愿意放弃。老师，从小您就包容我的任性，这次，请让我再任性一次吧，否则我会后悔一辈子的。嫣然，
嫣然。嫣然，生死门承认了你。从这刻起，你就是云岚宗的少宗主。爷爷，您看，好看吗？爷爷，马上便是嫣然的继位仪式啦。这披风有没有衬托的我很有气势啊？我纳兰杰的孙女儿当然是最棒的。爷爷，今天加玛帝国的权贵也会来云岚宗观礼。哦，对了，老师还会把代表云岚宗少宗主身份的宝剑传我。啊，还派了葛叶先生做我的护卫，他也是云岚宗的老人了。爷爷，啊，爷爷的小嫣然长大了。能在云岚宗取得如此成就，想必这几年你过得很是辛苦啊。爷爷时常后悔，不该让年纪尚小的你离家修炼。嫣然在云岚宗很好，老师他对我也很好，您就别担心了。而且嫣然也找到了自己毕生的目标，我要成为像老师一样优秀的宗主。好，好，好，爷爷支持你。嫣然啊，你还记得萧炎吗？啊，那谁啊？爷爷为你指腹为婚的未婚夫啊。啊？等明年你俩成亲后，萧炎也可随你在云岚宗修炼。成亲？爷爷。云林大长老，纳兰族长，嫣然，刚才说什么成亲呢？啊，云林大长老，您听错了，是诚心，是爷爷怪我想给他惊喜，没早点把少宗主这事告诉他，怪我诚心捉弄他呢。哎呀，爷爷，继位大典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快点去，老师特意给您留了好位子。那老夫先过去了。嗯，爷爷，待会儿见。云林大长老，您特意前来。少宗主，今日加玛皇室、帝都权势都派了代表前来参加你的继位大典，你可要给云岚宗长脸，万万不得做出任何给云岚宗抹黑之事。是，嫣然记下了。嫣然，这是古河老师让我转交的贺礼，恭喜你成为少宗主。嗯，代我谢过古河大师。那是自然。成为少宗主后，就不能再与异性有纠葛。这条尊规虽然刻板，但毕竟是祖师爷流传下来的。老夫算是看着你长大，宗主为培养你花费了不少心血，切记不可做出有辱宗门之事。想当年，宗主也是被老宗主严格要求，方能年纪轻轻便成为斗皇，执掌整个宗门。多谢云林大长老教诲，嫣然自当谨记宗规。准备一下，继位大典快要开始了。是。柳林，你也该去大殿观礼了吧？刚才纳兰老爷子是在说你和萧家萧炎成亲之事。萧家，萧炎。你冲人家做鬼脸的那个小家伙叫萧炎，当年你和他同时出生，爷爷就给你们定下了婚约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？放心，我不会多嘴说出去。可就算我不说，
云岚宗内以及前来观礼的贵客中，难免有知情人。若被人揭穿此事，你的继位仪式恐怕就……只是我不是故意瞒着大家，我当时那么小，怎么可能会明白婚约的真正含义？对呀，这本来就不是你的决定。继位大典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先行一步。嫣然，老师。宗主，属下先过去了。嫣然，别哭，老师在这里。我们嫣然可是受了什么委屈？老师，弟子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弟子年少时就上宗门拜师学艺，一心想成为老师您这样的人，也多亏老师的教诲，才让弟子有机会成为少宗主。可是，爷爷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为我定下了婚约，二爷爷一向是守信之人，定下了婚约就一定要履行。可弟子努力了这么多年，眼看就要成为少宗主了，老师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怎么看爷爷给你定下了这个婚约呢？爷爷把我送来云岚宗修行，一直很不舍。但这辈子最疼的人就是我了，这我心里非常清楚。但我也有梦想，我想变得强大，可以帮他扛起家族的事业，让他不要这么操劳。但这婚约，纳兰家重承诺，爷爷光明磊落了一辈子，我不愿让爷爷成为失信之人，我不想再看他老人家伤心的样子了。好孩子，你为何不亲自去了解一下你那个未婚夫，看看他是否是一名良人呢？不用担心少宗主之事，今日的继承大典如常进行。若你真的对他有感觉，我自会让宗内的长老们闭上嘴巴。老师，这样会不会让您很难做？但如果你觉得他并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人，为师也一定会站在你这一边。人这一生难免会遇到很多抉择，但若是连抉择的勇气都没有，那未免也太可悲了。今天可是你的大日子，笑笑。收拾一下吧，就这样笑着进大殿，开始你的继位大典。诸位请安静，感谢诸位前来参加少宗主的继位大典。下面有请云岚宗宗主云韵。恭迎云宗主。诸位客气了。今日是我云岚宗的大喜事，家老与法马会长更是在百忙之中莅临，让宗门上下倍感荣幸。小徒纳兰嫣然，天资聪颖，为人光明磊落，如今已通过生死门的认可。云宗主对你真的非常好。老师，他一直都对我很好。嫣然，虽然我不愿让你嫁给别的男人，但不管你最后做出什么样的决定，我和云宗主一样都尊重你的选择。可是，一想到你可能会嫁给一个废物，废物？谁是废物？萧家萧炎。我自从上次听到小师弟提到你的婚约之事，就特意打听了一番，没想到那萧炎已经在3年前丧失了凝聚斗气之力，现在已经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废物。云宗主看似说的轻松，但那可是云岚宗几百年的宗规啊！为了这样一个废物，让云宗主一个人背下这么大的麻烦，
值得吗？老师，云岚宗少宗主继位大典正式开始，恭请云岚宗宗主首徒纳兰嫣然。老师，云岚宗宗门列祖在上，吾徒纳兰嫣然天赋异禀，攻心为宗，谨言慎行，身效无功，为徒辈之典范。如今已获得生死门认可，筑基云岚宗少宗主之位。嫣然，今时今日起，你便是日后宗主之位的正统继承者。愿你谨遵祖训，一心修炼，壮哉我云岚宗！嫣然，我纳兰嫣然定当遵从师命，不忘师主，谨遵宗规，将宗门发扬光大。参见少宗主。宗主，有条宗规不是说，少宗主不能和异性有纠葛吗？身为云岚宗弟子，连基本的规矩都不懂。宗主，弟子知罪。是有这个宗规不假。冰灵，你先退下，让他继续。我记得，好像嫣然师姐从小就定下了婚约。住嘴！没有凭据之事，休得胡言乱语。诸位，云某相信少宗主绝不会做出此等违背宗规之事。嫣然，你来亲口告诉大家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嫣然，你尽管告诉大家真相好了。为了这样一个废物，让云宗主一个人背下这么大的麻烦，值得吗？我是有婚约的。但那是我幼时家里人私自决定的，并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我也不会承认。
纳兰嫣然既是生死门选中的天选之人，就是我云岚宗当之无愧的少宗主。正如少宗主所言，婚约无效。你，父亲。爷爷，对不起，您别生气了。嫣然，云岚宗的宗规为何不早一点告诉爷爷？爷爷，您当年提到婚约的时候，我还很小，而且什么都不懂。因为今天您把此事提及，我才稍稍有些模糊的印象。唉，以云宗主对你的疼爱，咱们一定能找到解决之法的。可我刚刚已经当着云岚宗弟子跟帝都所有权贵的面否认了婚约。如果再出现另一种说法，就相当于毁掉了云岚宗的颜面。那我的颜面就不重要了吗？我纳兰杰岂可当一名出尔反尔、违背承诺之人？嫣然，萧家小少爷人非常不错，值得托付终身。相信爷爷的眼光绝不会出错。你去求下你老师。哪怕他是个废物，也要把我嫁给他吗？不是这样，嫣然，爷爷正在寻找解决方法。我此次前来云岚宗，也正是想请丹王古河。我既然已经当众否认了婚约，就绝不会出尔反尔。云岚宗也不会让一个反复无常之徒来当少宗主的。为了这个梦想，我付出了很多很多。我绝不会为了一个废物放弃我的梦想，也不会为了一个废物让疼我、爱护我的老师去和宗规对抗。他有什么资格？爷爷，事情已经到了死局，我们去把婚约退了吧。你不行，绝对不能退婚。这婚约是你俩出生时就已经定下来的。可那是您定的。混账话！你真要让爷爷当失信之人，让我被老兄弟们指着脊梁骨骂吗？别说了，我已经做好决定了。只要我还活着一天，退婚的提议你想也别想。我答应过萧凌的事情，绝对不可能反悔。这就是我们纳兰家族对萧家人的承诺。那是你的承诺，不是我纳兰嫣然的承诺。我是绝对不会嫁给萧家那个废物的。嫣然这才发现，爷爷根本就不是爱我，爱的只是自己的脸面。嫣然，少宗主，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萧家。萧族长，今日所求之事便与少宗主有关。哦，葛叶先生，有什么事情尽管开口。云岚宗宗门严厉，宗主大人对少宗主期望甚高，将其视为下一任云岚宗宗主培养。为了让嫣然安心修炼，所以想请萧族长能够解除婚约。就是啊，父亲。纳兰小姐，刚刚你说纳兰老爷子不曾答应悔婚之事。这人初时看来倒也不错，怎么却也是个死缠烂打的讨厌之人？我说过，这婚事与爷爷无关。那么还望包涵，我爹也不会答应你们这样的要求。当初这门婚事是两家老爷子亲自许下，他们还没有开口解除，那这婚事便没人敢解，否则便是亵渎死去的长辈。我想我们族中应该没人会干出这种忤逆之事吧？
你究竟想怎样才肯解除婚约？嫌赔偿少？好，我可以让老师再给你3枚聚气散。另外，你若愿意，我还可以让你进入云岚宗，修习高深的斗气功法。这样够了吗？好慷慨的施舍，我真的想把你给……言儿，不可无礼。萧炎，不管你是否愿意，你还是解除婚约吧。请记住，此次我前来萧家，是我的老师云岚宗宗主亲自授肯的。你可以把这当作胁迫，不过现实就是这样。你也很清楚我们之间的差距，我们基本没什么希望。纳兰小姐，我脸皮厚倒是没什么。可我的父亲，他是一族之长，今日若真答应了你的要求，他日后还如何掌管萧家，还如何在乌坦城立足？今日的确是嫣然有些莽撞了，我可以暂时收回解除婚约的要求，不过你要同我做一个约定，退婚之事我可以延迟3年，3年之后。你来云岚宗向我挑战，如果你输了，我便当众将婚约解除；如果你赢了，也不会让萧叔叔太过难看。纳兰小姐，想必你也清楚言儿现在的状况，你让她拿什么与你挑战？如此这般羞辱她，可笑吗？萧叔叔，这种事情总需要有人去承担后果。若不是为了保全您的面子，嫣然此刻便会强行解除婚约，然后公布于众。萧炎，3年之后还是现在，你自己选。哼，你想退婚，不过是认为我萧炎一介废物，配不上你这天之娇女。若非婚约，本少爷根本瞧不上你半分。你，云岚宗是很强，可我还年轻，有的是时间。没错，现在的我的确是废物，可在日后的岁月里，你凭什么认为我不能翻身？纳兰小姐，看在纳兰老爷子的面子上，萧炎奉劝你几句话：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好一句莫欺少年穷，我萧战的儿子就是不凡。你凭什么教训我？现在的你只是个废物。好，你若有本事，就让我看看你如何翻身。3年之后，我在云岚宗等你，到时候你能打败我，我纳兰嫣然今生为奴为婢，任凭你处置。哼，3年后，如果你还是这般废物，解除婚约的契约便乖乖给我交出来。哼，不用3年之后，我对你实在提不起半点兴趣。不要以为我萧炎多在乎你这什么天才老婆，这张契约不是解除婚约的契约，而是本少爷把你逐出萧家的修正。从此以后，你纳兰嫣然与我萧家再无半点瓜葛。你敢休我？父亲，3年之后，嫣儿定会去云岚宗，为您亲自洗刷今日之辱。我相信我儿子不会一辈子都是废物，区区流言蜚语，日后在现实面前，自会不攻而破。3年之后，我会找你。
想要在云海中战胜云雾兽，必须找到他的秘密。老师，你好像有心事。嫣然，老师有些事情要做，需要离开云岚宗几日。你可记得，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就是你和萧家小子履行3年之约的日子。老师，这3年我每天都谨记在心。昨天，我收到父亲来信，爷爷体内的落毒一直未曾去除，现在病情加剧，都是因为3年前我执意退婚之事，惹怒了爷爷，才导致他意外中毒。别难过了，为师离开前会亲自去找古河，请他为纳兰老爷子治病。嫣然谢过老师。嫣然此次前来是有一事相求。哦，究竟是何事，竟让云岚宗的少宗主为难？几年前，我爷爷击杀剧毒无比的5阶魔兽烙铁毒鹰蟒时，你这次上云岚中了宗，落毒，便是和外面那个丫头有一直关依。靠斗气压制，可是半个月前落毒再次爆发，而爷爷体内的斗气也快消耗殆尽，至此陷入昏迷。可有请炼药师看过？我曾拜托老师请来当王古河为爷爷诊断，但其断言，只有拥有异火的炼药师控制异火进入爷爷体内，才能将落毒驱除。拥有异火的炼药师，整个加玛帝国都未曾听说过。所以嫣然前来是想请亚菲姐姐帮忙。米特尔家族的消息渠道众多，若发现拥有异火的炼药师，只要他愿意出手相助，纳兰家愿奉上这上面所有的宝物作为酬劳。小兄弟，你看是否有些医治的眉目啊？我并没有其他办法，只能按丹王古河所说，用异火进入老爷子体内，慢慢驱毒。那样的话，危险性太大。你有几分把握能成功？不到5成。看老爷子这般模样，想必撑不过2天时间。是让他在毒素的折磨中死去，还是试一试能否挽救？我想那些是否有绝对把握的笑话，还是别说为好。若你们还没有准备好，那就不用浪费彼此时间。小兄弟别动怒，嫣然也只是担心老爷子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便全靠小兄弟了。若真能医治好老爷子，不仅酬劳奉上，你也将会是我们纳兰家族永远的朋友。你们退后，别打扰我驱毒。嗯。老爷子，我在为你驱毒。若你能忍住这股剧痛，落毒应该能够去除；若无法忍住，那我也无能为力。小伙子，是你救了我，没说一定能救你，极有可能我一个失手，你就会死在这里。老夫这条命本就是捡回来的。小伙子，你
尽管放手弄吧，死了也没人敢怪你。爷爷，你瞎说什么呢？你这个死丫头，还有脸回来？若不是3年前你任性前去萧家退婚，我能气得修炼不济，被那落毒搞成这样吗？爷爷，安静。老爷子有救了！没想到这么年轻的炼药师，竟然拥有着异火。的确很了不起。之前老师一行强者曾陪同古河长老前往塔格尔沙漠寻找异火，可惜都空手而归，可见那东西有多强悍。觉得他不错？你胡说什么？陆战，给我住手！青木特，剑锋刀！纳兰嫣然，没想到2年不见而已，你竟变得如此之强。这3年，看来他也进步了很多。陆战，炎萧先生是我们纳兰家的贵客，容不得你放肆。小子，今天看在嫣然的面上，就不废了你。不过日后给我离亚飞远一点，否则随时奉陪。有骨气。没想到刚回帝都，就能遇见一个能让我踩的人，我很兴奋呢。木战，没想到这2年不仅未磨平你那蛮不讲理的气焰，反而是让得你越来越嚣张了。这是纳兰家，不是你穆家。就算穆尘那个老家伙来了，也不敢如此不给我纳兰杰面子。纳兰老爷子别骂，小侄只是想试试这位朋友的身手而已。这里东西的损坏，待会儿马上叫人全部整换。哼，我现在就把话给你说清楚了。炎萧小友是我纳兰家族的贵宾，你穆家虽然狂人很多，可我纳兰家也不是吃素的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木战，唐山族长，您也在啊？你一回来就惹是生非，信不信我让沐尘那老不死的再把你撵去边境？别，唐山族长，别这样呀！我给你提个醒，炎萧小友是我米特尔家族的朋友，离开这里后不要再去找他麻烦。若你真是惹出了什么事，就算是沐尘也保不了你。一定！你爷爷的，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？炎萧小友，没想到炎萧小友不仅炼药一途天赋非凡，战斗力也相当不弱呀。阿飞，记得给炎萧小友送上一些滋补身体的营养品。是，藤山族长。老狐狸，谢谢2位结尾。等纳兰老爷子忙完，再通知我去毒。今晚之后，落毒就可以根治了。好，我把那几个老家伙打发了，就来请炎萧小友。嫣然，多谢你先前的出手。其实，以炎萧先生的实力，似乎我的举动有些多余了。这便是你的报复吗？构建一个出色的让我为之残然与着迷的虚幻之人，然后再将他打破。当年我所看不起的废物，却能够真正的让我纳兰嫣然另眼相看。
萧炎，当年的我，的确是因为你的实力而有所看低你。事实已经证明我目光短浅。不过我刚刚已经说过，即使时间重来，我依然会去萧家退婚。我的婚姻不需要别人来做主，陪一个陌生人度过一生，我做不到。我从没说过你退婚有错，只是你选择的方式错了。可惜高傲的你，却从未想过这一点。不过事已至此，孰错孰对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。日后的我们不会有任何交集。你继续做你的云岚宗少宗主，我会去继续做我的苦行修士。3年之约结束了。萧炎，还望看在云岚宗的面上，让嫣然几分。事后我云岚宗定会给你满意的酬谢。该死的小子！年纪轻轻就成为大斗师，这小家伙不简单呐。假以时日，此子必成大器。终于结束了。萧炎，你赢了。现在想来，当年去萧家退婚，我的方式的确不妥，所以，请日后代我与萧叔叔说一声抱歉。按照当年的约定，我纳兰嫣然本该为奴为婢，不过，为了宗门的名声，其实我不能如约了。反正我在你心中蛮不讲理的印象也已经根深蒂固。那就再让我任性一次吧。嫣然，我对收你为奴为婢，并没有太大兴趣，所以你也不必以此来保全云岚宗声誉。3年之约已经结束。你的失败，就当是为你当年的行为付出的一点代价吧。风铃分形剑，嫣然，你怎么在这时出关？我闭关时听到这边有打斗动静，所以突破生死门后就立刻赶来了。老师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嫣然，云岚宗怕是要完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是你，萧炎。萧炎，对这3年发生的事，我也很遗憾。我是云岚宗弟子，你若要毁掉云岚宗，别先听拜我。以我的恩怨，3年前就结束了。云山勾结魂殿对我萧家出手，我父亲害我老师被抓，这些血仇3辈子一世罪死。够！萧炎，不要伤嫣然。
兰宗的防御已尽数拔除，只要一声令下。别急，看萧炎的意思吧。把云岚宗的所有人。 你真要赶尽杀绝方才满意吗？那我萧家的血仇，谁来还？如果真要毁掉云岚宗，那就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吧。你死了，就能让我萧家人复活；你死了，就能让我父亲和老师都回来。 我并非是拿我的命求你饶过云岚宗，我知道，如今的我并没有这种资格。但身为云岚宗的宗主，若云岚宗真的被杀得鸡犬不留，那我也无颜活于世上，事后只能自刎以谢众位祖师。萧炎，云岚宗首恶云山一除，他与魂殿的勾结，恐怕其他门人并不知晓。1个月之内解散云岚宗，否则鸡犬不留。纳兰小姐，请坐。不用了，老师要离开加玛帝国。 临走前想见你最后一面。离开加玛帝国，请跟我来吧。这样的结果，你满意了吗？希望你亲眼看见我萧家被云岚宗杀得差点鸡犬不留的景象时，还会这么说。我很后悔，当年我若不任性的去萧家大闹，萧家与云岚宗就不会。世上没有后悔药，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，不要再提了。带我去见云月。跟我来吧。 老师在那儿，你去吧。3日之后，我和老师就会离开加玛帝国。你们决定去哪儿？不知道。斗气大陆这么大，老师想去哪儿，我便陪他走到哪儿。你来了。真要离开加玛帝国？ 云岚宗没了，我就没有任何留下来的理由了。我在这加玛帝国困了这么多年，能够出去走走，倒也不错。斗气大陆强者无数，遍地险恶。你一女子闯荡历练，岂非自讨苦吃？这加玛帝国虽然没有外面世界精彩，可却能保你安全。
怎么说，我也是斗皇巅峰的强者，又岂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？我不恨你。既然不恨，为何还要执意离开？不如你留下来帮我。你忘记了，我的身份立场本该竭尽所能找你报仇，但你知道，即便我可以，我也不能。这是云岚宗多年的收藏，你拿着，算是为老师犯下的罪孽做一点补偿。真的非走不可吗？我很庆幸，当年在魔兽山脉遇见并认识你。可惜，我们最终要回归各自的生活。